要调营养品。我今天做这个是2公斤的食谱，因为食谱有很多种啦，我是做那个老猫五谷的食谱。总之呢，这水，然后加大概8公克的盐下去，还有就是粉的东西先调下去。这个是牛磺酸，我的食谱是要2000毫克，4颗水，把粉都加进去。因为每一个猫用的食谱可能会有一点差异啦，像以前我是做有谷的，现在是做无谷的，那会有细微的调整。不过营养品应该大同小异。这个是 B 群，看一下，我现在用的 B 群是这个，这一颗就是200毫克，然后还有鱼油。那因为鱼油这个是油的，所以我就等之后再一起搅。4颗鱼油，维他命 E，200 IU 其实是2颗，可是因为它很难挤，我就多放一点点。总共就是会放牛磺酸、鱼油、维他命 B、维他命 E 还有盐。今天是做那个切的是无骨的鸡腿，所以没有骨头就冷冻的肉直接切条，然后从这个洞可以放进去冻就好了。去骨清鸡腿啦。反正就冷冻的直接切条，好像剁刀比较好切，硬的下去搅比较简单。哇，怎么那么高？那就是你下面没清空。等一下你把它拿起来，然后你一边要挤嘛，你看它下面还有一半的食物在那里，所以你要把它推到底以后，你再放新的食材，不然你这样很难推。它就是要有一个推力才搅得进去。我会鸡肉跟心还有肝会交错的搅，这样子比较均匀。等一下搅拌的时候会比较容易，不用就是纯人力那边搅拌很累。好，你可以开始搅了。先把里面好，现在那个肉跟心肝，就内脏部分已经完成，然后要营养品下去，就是这个油的，等一下用剪刀剪开，然后就均匀的倒进去，然后再把水倒到机器里面。我现在把那个鱼油，就是油性的这些，我用剪刀了，因为我其实一开始学的时候是丢到机器里面搅。那个壳其实最后会卡在机器里面，所以有时候也不太确定说到底有多少营养品下去了。所以我现在这个鱼油都是用剪刀剪。鱼油有一种用滴，那可能比较方便。其实我有一罐，然后那种鱼油就可以每一餐吃的时候也给它滴一滴这样子。反正鱼油多吃应该还好。冷冻太久，可能那个营养会不见了。所以其实我有买一罐是每一餐吃的时候可以滴的，那种滴管的就还蛮方便，可能每次给它1管这样子，就不用那边剪。这个也好难用，而且它又很小颗。最后是那个水，就是刚刚调成水的，我现在就是会把它倒进去。
下来，会看到里面还有卡一些东西。看这边会卡一些软骨什么的，那我就把它拿掉了，因为我家那只是没有牙齿的，所以这个我就不要。就是最后会再把蛋打下去，然后这个时候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少东西，因为不然你做下去就你知道1个月份如果调错就毁了，所以我核对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开始装了，要先搅拌均匀，我就拿本洗搅啦，汤匙也可以。你看我现在这样搅起来，其实还是有一点硬硬的。如果冬天动作更快的话，它会更硬。如果温度高的话就比较不好，所以最好都是冷冻的，直接就下去搅，可以让它整锅的温度维持在比较低温的状态，才不会有细菌滋生太多。通常最容易忘记的是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以前比较会忘记，现在不会忘记了。如果不小心忘记加的话，其实也还好，吃也不会生病。然后我自己有吃过这个口味，比较偏淡的鸡肉球，然后有一点鸡肝的味道的。然后我补充一下，刚刚有漏开一个东西，就是我有加钙粉。因为现在用的是无骨的肉，所以那个钙磷比的部分要注意。我是用钙粉来取代，这样子就差不多了，没有到非常均匀也还好。那我现在开始装，我就买这种冰块盒子，然后每一餐就给他1块或2块。因为我家他现在20岁，所以其实他每一次吃的量很少。可能不到1颗，这个盒子我有称过，它1颗大概40克。每次要喂的时候就前一天放冷藏，隔天就可以刚好退冰可以吃，这样其实应该是方便。如果说更方便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那种软的那种婴儿食品用的盒子吧，就是如果是软的格子，它应该会比较容易推出来。那这个有时候不太好拿出来，就是要挖一下这样。我觉得这样操作是算方便的。通常我每次做就是1个月份，那现在1天大概只有这2颗吧。有一些猫油，他们是用那种比较大的保鲜盒，然后那个1盒好像就是几百沫啊。像我家的猫可能就要吃很久才会吃完。所以那一种对它来说就不太适合，最好还是可以这样1块1块挖出来退冰饺，不然一次退太多，如果到第2天其实可能就会有一点不新鲜，那个猫会发现就不想吃。